雅鲁藏布江从上游马泉河东行，来到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达确藏布的河段。这是一段由变状河道、沙丘、湖泊和湿地组成的特殊区域。再往下，这条奇特的河流才正式被称为雅鲁藏布江。在青稞地最为密集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宽谷河段，如今成了黑颈鹤的自然保护区域。这里也是候鸟们的越冬地。每到青稞收获之后，青稞地里残留的麦粒就成了这些远方来客的美食。随着春天的到来，黑颈鹤会集中飞往雅鲁藏布江西北部的羌塘自然保护区，它们会在那里产卵、孵化、繁殖后代。夏季到来的时候，藏北产卵的斑头雁带着刚出生的雁宝宝在湖边漫步，耐心地等待孩子们长大。1个月后，斑头雁父母将带着它们踏上飞离高原、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艰辛旅程。由西向东，与雅鲁藏布江并行的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有全世界最雄伟的山峰群，覆盖着茫茫冰雪。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屹立在这群山之巅。在珠峰的下面，有一个普通的藏族村庄扎西宗村。阿旺塔觉将离开扎西宗村，他考上了在拉萨的西藏登山学校。妈妈知道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很多英雄失去了，她知道，她一下子就哭了，她害怕。汽车载着又一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向远方驶去。这是一所由政府资助的专业登山学校，是世界上仅有的2所专业高山向导学校之一。普布是登山学校最为严厉的登山教练，他的理念是平时严格，实战登山时就少一些危险。苦一点没事，我说，到了山上就你知道，这个是多么重要。然后电脑老看对嘛些什么压力去体力去上面呢，是当个操玩哇。大家有没有信心？普布教练的最终目标是学员们成为中国高素质的专业高山向导，为全世界职业和业余登山家提供专业的登山服务。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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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赶快，对，
在珠峰的另一侧，是西藏下雪量最多的地方——聂拉木。每年登山季节到来之前，扎西贡布都要回家看望家人，这也是登山前夕的例行假期。大雪并没有阻挡人们攀登珠峰的计划。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每个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基地。每个登山者都需要在这里进行体能的适应性训练。对于第一次协助登山的塔觉和贡布来说，需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囊中，才携带的现在什么好的很多了，那装备的这才上去的，那没的。可真呀嘛。Kawaja mala kawaja mintini rila sabtu sisati nga semdra rasikida mi ama sena semdra sikida situ semdra rasite ni semdra mache ni nangla jaksun jamna she hochun ni nangla oksi ta beng na mindu de deniru leara che ya rila ya zakturan doran mo khote che kang da kala o leara chen de je de che nam namita semba cha kidang ja ni 来自瑞士的国际登山团队也来到了珠峰大本营，协助他们的是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每年都有很多国际登山团队要从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峰顶，海拔8844.43米，气温达到-37度。这对第一次攀登珠峰的阿旺塔觉和他的同学们是一次考验。扎西贡布和另一个学生丹增罗布被选中，成为第一批前往海拔6200米前进营地的16个突击队员。他们将提前为后面上来的协助登山团队搭建帐篷，修筑通道。从大本营到珠峰登顶，全部的行程设计需要60天。按照每天登山行进的路程，上下共设置了6个营地。每一段路程，每一个营地，都需要专业高山向导的守护和绝对充足的后勤保障。与此同时，大本营下，一大片特殊的帐篷旅馆开始出现。这是来自珠峰下扎西宗村的村民，每年在登山季节的特殊旅游项目。自1953年人类首次登上世界之巅以来，虽然有4000多人次登顶，但也有大约250人在攀登珠峰时遇难。然而，还是一直有人想来这里接受高海拔的挑战。商业登山和高山旅游，把越来越多的人送到了这里，也给山下的当地人带来了这个特别的商机，一个特殊的旅游产业开始形成。If you want to have vegetable fried rice or something, you will make.
第一批到达前进营地的高山向导，正在海拔6500米的地方举行他们的祈祷仪式。这是一次普通的商业登山行动，由80多个高山向导组成的团队，将护送16名自费登山的客人登上珠峰。公元2015年，登山的夏季，这支从未出过任何事故的英雄团队，希望再次创造奇迹。尼泊尔一场8.3级的大地震，波及到了喜马拉雅北坡。正在海拔5800米的中间营地执行任务的扎西贡布，用手机拍摄到了当时的地震现场的画面。此时，已经到达7028米1号营地的商业登山队，接到了立即下撤的命令。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尼玛来到了珠峰大本营。Especially the Himalaya Ridge, Choyu Shishapangma, and the Everest, also including the North Pole track, the Lapari track, all this cancelled. Finally, we decision. And Tibetan government's taking very importance. Yesterday, government had meeting. May will send you free back to Kathmandu. Yes, by air. So this is good news that please everybody tell each other. Please tell each other this news. This good news. 看着就在眼前的珠峰，阿旺和贡布并没有气馁。只要珠峰仍然还矗立在那里，他们协助登顶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因雅鲁藏布江形成的冲积平原，是西藏人口最稠密的农区。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河谷地段，有一个叫做琼嘎的村庄。这里生活的一切，都与这条江水有着密切的关系。藏历立春的这天，琼嘎村各家各户的所有牦牛都被打扮了起来。一个叫做聂兹岗真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这是一种完整保留着农耕文化祭祀传统的仪式，一年中全新的一天。此时，距离琼嘎村实际浇灌和耕种青稞的日子还有50天。西藏春耕的时间并不固定，由东向西，
逐渐延后。琼嘎村开始放水泡田，平措专门负责全村的放水灌溉。从雅鲁藏布江流淌的水，顺着义江两河工程建好的水渠，来到了琼嘎村的青稞地。村民们用传统的方法引导着水流的方向，流入一片片干涸的农田。他们是义江两河工程最直接的受益者。义江两河工程，雅鲁藏布江、拉萨河、莲楚河中部流域，以水利开发为主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是西藏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大型农业开发计划。义江两河工程使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水利网络化灌溉成为可能。可以说，离开了义江两河工程，就不可能有今天雅江流域的现代农业。清晨，平措一家早早就起来了。今天是他们家开耕的日子。平措的拖拉机已经买了3年，今年他要用拖拉机来耕地。传统的耕作方式和现代化的手段在这里并行不悖。牛耕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渐退出琼嘎村，或许这一切都将会成为一种符号，留存在琼嘎村的起耕仪式中。雅鲁藏布江畔的青稞终于长大出穗了。在一片油绿色青稞地里观察的是青稞专家强小宁。他是上世纪80年代进藏的支边科技人员，曾经参与了西藏著名的青稞品种藏青320的培育。藏青320品种之所以现在都快30年了还在用的原因，就是它前10年它品种本身增产的，最后水利工程一解决，看看这品种，我们说要更换了，它又起来了。为啥呢？有充足的时间来生长。近年来，这个老品种正在逐渐被新品种藏青2000所取代。然而，还有一个更新、更具发展前景的青稞新品种喜马拉雅22，正在日喀则地区悄然孕育。江达瓦，日喀则农科所负责人，他是这个新品种坚定的推广者。他正在江孜县的青稞地里做调研。2个高原农业专家在这里不期而遇。江达瓦决定邀请强小宁去他们的地里看看即将收获的喜马拉雅22。群众觉得呢，这个品种呢，就是这个产量特别高，平均达到这个870斤，部分呢就是亩产达到这个1100到1200这个斤。明年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继续这个扩大这个
推广面积。从这个地方呢，提供这个种子，开了以后，然后全部就是单打单收，这样的话就是保证它的这个种子这个纯度。雨季到来前夕，是雅鲁藏布江江水最为清澈，水面也最窄的时候。土布加，雅鲁藏布江仅存的最后2个牛皮船渡口中的一个。村里人的羊要卖到日喀则，说好了在雅江对岸交货，他们必须把羊群运到雅鲁藏布江对岸。这是村里人到日喀则最为便捷的一条通道。60여, 60여, 60 낙서입니다. 맞정가 영시에 물을. 난 룩제에 뭐하냐 영시에 민족.50年前，雅鲁藏布江曾经是西藏最大的交通阻碍。最大容量的牛皮船组合可以渡下一辆小汽车。如今的雅鲁藏布江早已是桥梁纵横，整个雅鲁藏布江仅剩下的这2个牛皮船渡口，也将成为历史。为了这个村庄的通行，一个公路勘探队正在勘探中。不久，一条全新的柏油公路将从另一座大桥过江，然后沿雅江北岸，直接到达土布加的恰桑村。最后的雅鲁藏布江牛皮船，也可能会在雅鲁藏布江的江面上消失。历史上把日喀则、阿里地区称为后藏。日喀则市是后藏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在，日喀则已经是雅江中游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总投资8亿元，总发电量30兆瓦。全西藏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已经在这里并网运行。全世界海拔最高、全长253公里的拉日铁路，在穿越近90公里的雅鲁藏布江峡谷区后，仅3个小时就可以从拉萨直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的4大寺院之一，历代班禅喇嘛的主席地。僧人的日常生活从每天清晨的早课开始。扎什伦布寺是藏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藏传佛教的各种重要仪轨在这里得到完整的保存。这里既保留着最传统的雕版印经，也有现代化的
电脑经书印刷。此外，藏医看病、藏香生产、刺绣、唐卡在这里都是寺院以寺养寺的重要产业。在民间还有很多更为古老、画法独特的唐卡画派。在江孜有一个叫做仲孜的村庄，深藏着据说是在全西藏仅有的2个丘岗派唐卡传人，父亲扎西多吉和儿子江巴多吉。父子俩有一个愿望，他们要用画唐卡挣来的钱捐助寺庙，然后把他们的作品绘制到寺庙的墙壁上，让丘岗唐卡艺术能够保存在寺庙的壁画上，代代相传。父子俩选中了200公里以外南木林孜东村一个叫做列丹桑布的工艺师，为他们造佛像。他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这是没几个所有人到啊，洗着来着了。跟说不认真的了解的说，还是对呢，他提起过来考试，他下来的呢，下来他很多时候呢，过来考试。这是一门独门绝技，一项极其精细的造型工程，所有的线条起伏，仅靠他们手中的铁锤一点点敲打出来。这后面隐藏着的是令人赞叹的精湛手艺。从白天到晚上，为了这尊佛像的早日完工，工匠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情感。3个月后的一天，这尊4米高的佛像终于完成，到了组装的时候。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完成了镀金的佛像，终于来到了江孜扎西多吉父子手中。他们又要按照传统，再次给佛像绘彩。不是马上了。先把油嘛那就。진짜 짜치다. 쟤는 진짜 라마지다. 다시다. 진짜. 근데 이제 나다니를 다 봐도 지금 아주 갈래선도 좀 네가 뒤에서 되는 셈나면 조용히 좀 했다. 가서서 지금. 자고 사실 좋은다. 더라. 저를 이제 가자 안장죠. 다 되는 무엇을 뒤에 되잖아. 우리가 뭐라. 그래서 매매서 놀신다. 대용 소다가 앙탕 제동에 착성이 뭐인데. 시작부터 군인이 그 시장 보주잖아. 야바던도 신경을 딱 되는 좀 가수 먹으면 되고. 唐卡丘岗派传承人扎西多吉和江巴多吉父子俩捐助寺庙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拉孜堆鞋弹唱艺人喇叭面临着接班人的传承问题。喇叭是拉孜堆鞋重要的传承人，老人有4个儿子，但只有最小的女儿愿意跟他学习堆鞋。嘎真是村里文艺演出队的骨干，他最近还被选进了县文艺队，准备到日喀则参加珠峰旅游文化节的堆鞋大赛。
堆鞋是拉孜一带流行的一种歌舞弹唱形式，用扎念六弦琴边弹边唱边舞。正是拉巴老人把这种古老的个人民间弹唱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藏族踢踏舞，并把它搬上了北京的大舞台。女儿嘎珍参加的县文艺队要到日喀则参加全市1年1度的珠峰旅游文化节堆鞋比赛，而老人则要到村文化活动站继续培训村里的文艺队。此次是日喀则珠峰旅游文化节期间，全市18个县的堆鞋歌舞大赛。作为堆鞋的故乡，拉孜过去已经拿了3次1等奖。就实力而言，他们这次再拿一回1等奖，应该没有任何问题。雅鲁藏布江的秋天来到了，雅鲁藏布江边的红叶，以及不远处金色的青稞，浓厚的色彩构成一幅幅独特的高原秋景。琼嘎村收割青稞的日子也快到了，他们眼前最大的愿望是想买一台联合收割机。现在那天早上拿那样子做出去，过了多少年都那个样子，到那体重年马上得了，继续的，我到那边慢慢的。你们前还有的几趟在这边闹了，都是今年的时候，你他妈的，弄几趟车，但你那么多都送在自己的。西藏每年都会获得数亿元的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补助逐渐机械化的农民。他们要买的联合收割机总价12万元，国家补助6万，驻村工作队又帮村里解决了4.5万，村民们只用出1.5万元就可拿到。经过3天的路程，平措专程到日喀则，把琼嘎村的第2台大型收割机开了回来。村民们早早就来到村口，等候这个大家伙的到来。这是一种已经沿袭了1000年、祈求丰收的传统仪式。我两个交流了什么？那新国是新公空过了，我过去已经跟起过的，第2年起过真这些，然后忙着真这水，后来才开始口子起的。望过节一般在青稞黄熟以后，开镰收割的前3天开始。各种各样的祈福仪式，都是在感谢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用圣洁的粮食表达内心的感恩之情。但这只是望果节的一部分。接下来，村民们还要集中过林卡，这是村民们一年中规模最大的节日庆典。村里文艺队的演出即将正式开始。堆鞋老人拉巴还在做最后的动员。经过老人家培训的年轻人，终于在自己亲人们的面前登台了。老人家看着年轻人的舞姿，心里格外欣慰，这是他多年心血的回报。如痴如醉的拉兹堆鞋，藏族乡村民间版的踢踏舞。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拉巴老人的扎念琴登台献艺。乡亲们由衷地向这位66岁的堆鞋传承人敬献哈达，表达对老人为拉兹堆鞋歌舞保护和传承所做贡献的深深敬意。在日喀则的堆鞋大赛正在紧张进行中。初赛时，拉兹队获得了总分第1名。现正进行大赛的总决赛。拉兹堆鞋具有特有的大气、奔放热情、夸张欢快的舞步。从未受过专业舞蹈训练的拉兹农民，凭借一种率真豪放的踢踏舞风，又一次征服了观众。然而，场上的赛况并没有被拉兹堆鞋的气势所压倒，每个线都是有备而来，每个线几乎都倾注了全力，甚至使出了从未有过的绝招。大赛结果终于出来了，谁都没想到，初赛第1名的拉兹队名落孙山。刚刚宣布的前3名里面竟然没有他们。巨大的落差让所有人的心如同掉入了冰水。此时，拉兹乡的望果节林卡还在进行中。嘎真回到了拉兹，他没有放行李，就直接来到了林卡所在地。Sudah sedikit sama orang. Ikannya, oh優秀だってた、そうなんだよ。ダメだからし、これしゃべってもなんか寿司がとても。今だけですか？いいね。優秀時間全然させて。
제만 차갑게만 두면 그런 건들도 다 잘. 오늘은 스테이크가 춥스. 지? 다 달래 가려야. 하지만 제만 네. 유식이면 답답해 가면 야 가버려 봐요. 마음이 담아야这天清晨，平措早早来到地里，开始他1年1度的秋季收割。这是他们1年中最辛苦也最快乐的时候。아니면은 바지 양은 대고 양은 대가 돌아 지지가 돌아 이자가 걸어 쇼슬린 만세래다 양님에 인도되는 것때문에 제가 점니 신가 주중에다 되니 다룩발라 중이 등에 들지 从早到晚，平措和妻子一直要做到2头黑。该轮到他出场了，村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新来的庞然大物，希望他能有出色的表现。由于各家各户的土地太小，收割机暂时只能在这里集中脱粒，但他还是让村民们看到了他的威力。经过20多年的一江两河水利工程和育种科学家们的努力，如今雅鲁藏布江流域大农业的规模已经显现。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西藏粮仓。这是堆鞋传承人喇叭在拉孜旺果节上的演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老人一生中的最后谢幕，成了所有拉孜人缅怀老人的最后回忆。就在秋天收获的季节，老人哮喘病发作，突然离世。追悼老人的仪式在雅鲁藏布江边举行，滔滔不尽的雅鲁藏布江成了老人最后的归属。按照藏族习俗，老人离世后是不在家里留下遗物的。然而，女儿还是悄悄把父亲的唯一遗物，一把扎念琴和老人的照片留在了经堂，也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中。有点不相信，以前他在的时候呢，每天都一起嘛。当然给帕提西里干啥啥的，可能中间都要当小家了，给这的。当然啥啥的中间，从要当小就米子当了可能的，可能给老当搞什么这样子。半年以后的一天，拉孜乡的领导来到了老人家。我是拉孜常住土专业现象忙不了吧？냠육유조에 능업주 유조장 초요. 진이 쪽에 망부요. 원장 가보선 당 안쪽에 미국으로 가보선 소소에 포물라. 페이슈 진행 된다치 가보선 어느 상부터 먼저 도스요. 테네 가보선 안쪽에 있다. 동 랭을 주 야저와체. 대소소
大概的怎么说的嘛，做跟这弄，得讲了说，可能多说怎么做上去觉得。不道歉，去真就。昂仁县居仓村的白马次人，对音乐的喜爱让他10多岁就开始背着扎念琴放羊。叔叔是他的第一个老师。高中毕业时，因为身高和相貌，而没有被他心爱的艺术学院录取。在高中音乐老师的鼎力推荐下，他有了一次珍贵的面试机会。我就到了几个对线，上了以后就老师当面就看了看，点了个头，你就下去能通知就行了。我听到了好消息，就这好事。那他来了，谢谢。有，那这这里考完就。终于，他被西藏大学破格录取，他离开家乡，踏上了全新的生活之路。琼嘎村平措村长新的愿望是想在村里办一所幼儿园。雅鲁藏布江牛皮船摆渡人新的梦想是想在村里的全新柏油马路通车以后，还能在雅江为内地游客摆渡。强小宁开始研究提炼青稞中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希望转换成保健品。丘岗派唐卡传人扎西多吉和江巴多吉父子俩，已经开始了在寺庙墙壁上的绘画创作。他们还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们存留在寺庙墙上的作品。被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破格录取的白马次人，背着扎念琴上了日喀则到拉萨的火车。这是一条全新的旅程。沿着雅鲁藏布江一直向东，穿越雅江最窄的河谷，前方就是拉萨，一个可以实现心中梦想的地方。